這兩天各家俱樂部都在季前準備階段，不少豪門也離開國內參加了各種熱身賽。而今天最引人注目的是切爾西6-4戰勝悉尼流浪者，尤其是世界杯落選了巴西隊名單的若昂佩德羅替補登场，上演了帽子戏法，還有一個助攻。這就讓老 K 想起最早介紹巴西队的視頻，當時我就說主教練安切洛蒂放棄若昂佩德羅選擇內馬爾，這是個巨大的戰略失誤，今年世界杯的巴西隊成績肯定不會好。好，今天咱們就圍繞新的切爾西在主教練哈維·阿隆索麾下，這場比賽展現出新的戰術特點和球員的狀態。另外，今天齊達內正式出任法國隊主教練，而另一邊61歲的曼奇尼再次出任意大利國家隊主教練。節目的下半段，咱們一一梳理今天的重磅新聞和轉會市場。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大家真不要迷信所謂的內行。若昂佩德羅即使在巴西國家队最近8場0個進球，但在锋線上，他上賽季在英超的表現怎麼都比恩德里克和現在的內馬爾要強，而且進球本身也是有偶然性的。就像今天的他替補27分鐘，在切爾西2-3落後的情況下奉獻1個助攻，在3-4落後的情況下自己獨中3元。於是這一場超神的若昂佩德罗直接讓巴西隊主教練安切洛蒂陷入了尷尬。無論怎麼說，上賽季佩德羅20個進球，而安切洛蒂選中的拉揚、恩德里克、內馬爾加起來才21個進球。就希望接下來佩德羅將火熱的狀態延續到英超，下賽季來25個進球以上，成為巴西隊新的希望。最近的切爾西鋒線上冗餘的人員太多，而他們又確實在追逐維爾貝克，所以預計必須有2個人要離隊。但可以肯定的是，若昂佩德羅是非賣品。切爾西現在德拉普、吉烏、埃梅加、雅克松這4個人當中，起碼有2個人會被出售或者租借，但比較而言，埃梅加還不想賣，最可能的候選德拉普和雅克松。目前德拉普的经紀人正在和多家英超俱樂部展開談判，在对他的爭奪中，目前埃弗頓領跑。切爾西前幾天在一場閉門熱身賽中3-0擊敗了布羅姆里隊，若昂佩德羅、吉滕斯和埃梅加都有進球。朋友們，炎熱的夏天，屬於足球加美女的生活仍然在繼續。謝謝您鎖定老 K 足球新聞，感謝您的熱推點讚，希望在評論區看到您的留言。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前段時間巴塞羅那看上了佩德羅，但因為新的主教練哈維·阿隆索將他視為關鍵球員，切爾西無意以任何價格出售，最終德科和巴塞羅那只能放棄。另外，今天比賽中最大的收穫是來自哈薩克斯坦17岁的小将薩特巴耶夫，據說他的轉會費固定只有240萬歐元，加上獎金總額可能達到430萬歐元。這位只有17歲、身高1.76米的亞洲小妖鋒線小將，他的類型感覺有些像小蜘蛛阿爾瓦雷斯或者阿根廷的阿圭羅，身體素質極強，甚至跟恩佐也有些像，典型的未来之星。目前還不知道主教練阿隆索对他的看法。那麼如果留在队內培養，新赛季一定要給他足夠的上場時間。這第一眼看上去高級貨，潛力非常大。另外值得一提是哈薩克斯坦注冊在歐洲足協，從這麼講他也可以算歐洲球員，但相比較之下，23歲的德拉普發揮就不忍卒睹。別說跟17歲的薩特帕耶夫比，就對面那些澳超球員可能都比德拉普厲害。所以我的意見趕緊賣，熱身賽最好就不要讓他上了。用德拉普在轉會前防止他受傷的理由，掩蓋德拉普的實力確實太弱的真相。這樣的表現別說遠遠達不到切爾西的要求，只要再多踢2場熱身賽，埃弗頓肯定也不會買了。好吧，這一場熱身賽加起來進了10個球，球迷們可是看爽了。另外，剛剛從意甲亞特蘭大隊5700萬歐元轉會過來的帕萊斯特拉，這位21歲的年輕邊翼衛，今天替補出場了27分鐘。這個小妖買得好，長得帥，2隻腳沒有逆足，進攻屬性拉滿的邊翼衛。他今天在場上由邊翼衛內收，成為前場自由人，利用他的速度內收到內部區域之後，為佩德羅吸引了大量的防守注意力。當他內收以後，站在中路位置準備接應，這時候原本是前腰的埃斯特旺反而在拉邊，但這樣靈活的移動和換位，他並沒有放棄作為邊路爆破手的職責，在邊路甚至有一次漂亮的牛尾巴過人。上賽季的切爾西，無論是馬雷斯卡還是羅塞尼爾當主教練，都曾經嘗試讓右後衛古斯托幹這個活，但效果不理想。目前看，帕萊斯特拉相比於古斯托，優勢可能是他有足夠的速度、腳法和身材。也許在前場，他是一個相對可靠的支點。只是這樣的踢法，一旦切爾西在前場輕易的丟失球權，那原本是邊翼位的他就很難回到邊路防守，這時候就會非常依賴後腰和邊中衛的補位和上搶能力。今天的比賽還有好幾次陣地戰，
帕萊斯特拉在弧頂到禁區內有非常強的牽扯作用。切爾西陣中有福法納、有里斯詹姆斯，都有上搶能力，所以帕萊斯特拉現在提這麼高，有人兜底。但未來只有碰上了英超的強隊，才能看出真正的優劣。今天他上場時間少，防守能力、大範圍的轉移和傳中還沒怎麼體現，但無球跑動意識相當不錯。新賽季阿隆索的切爾西的戰術一定是這樣高位的打法。這個小球員高級貨，咱們先記住他的名字。新賽季老 K 在英超中在一場一場給大家解說。還有今天替補踢了45分鐘，切爾西16歲的小妖尼科爾亞祖利，他是今天所有青训球員中表現最好的，處理球極為成熟合理，甚至看起來有些小貝林厄姆的意思。他的擺脫推進、奪回球權的能力相當出色，在比賽中的放鬆感和從容完全不像16歲的小孩。2個挑傳今天相當騷氣，有中場大師的影子。英格蘭隊就缺這種有創造力傳球能力的。這一次主教練阿隆索帶了7名小將參加季前賽，其中有6個人從8歲以前就已經加盟了切爾西梯隊。尼科爾亞祖里，他出生在悉尼，母親是澳大利亞人，父親則來自扎德到蘇丹邊境附近。亞祖里的足球生涯開始於倫敦南部，很快他就被切爾西、阿森納和水晶宮同時看中，但他最終選擇在6歲的時候加入藍軍切爾西，而他的弟弟現在也效力於切爾西俱樂部。最開始亞祖里很不情願地踢中後衛，但到了 U13 的組別，他已經轉到中場位置，現在已經證明自己有能力在中場踢6號位、8號位甚至10號位。據說他的性格友善、自信、精力充沛、健談。他的腳下技術非常細膩，爆發力在中場的中路球員中算是不俗，推進的速度很快。最大的特點是盘帶絲滑，轉身和柔韌性好。未來2年內，他是一顆冉冉升起的希望之星。好，現在轉會方面，亨德森和維爾貝克已經做好準備，隨時願意轉會切爾西，個人的條款已經討論完畢，不成問題。亨德森將以自由球員的身份離開布倫特福德，維爾貝克的轉會還需要俱樂部之間的談判。而切爾西自己的巴迪亞希勒很可能轉投那不勒斯。過去幾年，切爾西一直偏重引進年輕球員，但現在已經開始調整轉會的策略，轉向引進更成熟、更有經驗的球員。比如剛剛5200萬英鎊簽下的法國後衛拉克魯瓦，他是藍軍在22年被布魯寇收購以後首位年滿26歲的新援。今年夏天，切爾西還用 1.17 億英鎊從阿斯頓維拉簽下了摩根羅傑斯，同時以4700萬英鎊從亞特蘭大引進了帕萊斯特拉。與此同時，切爾西還提前敲定了昆達、埃梅加和薩特帕耶夫的加盟，這些都屬於俱樂部長期補強計劃的一部分。而且切爾西的動作還沒有就此停止，伯恩茅斯現在已經拒絕了價值6400萬英鎊對亞歷克斯·斯科特的報價，切爾西則繼續追逐巴列卡諾隊的邊後衛佩普·查瓦里亞。所以，盡管切爾西在24到25賽季錄得了英格蘭足球史上稅前虧損最高的一季，且已連續第4年虧損超過了2億英鎊，但是一些特殊的收入讓俱樂部的財務狀況明顯改善。此前，切爾西將女足出售給了母公司，交易金額2億英鎊，又用7050萬英鎊出售了2家酒店。這些操作讓他們符合英超的規定，但是不符合歐足聯的標準。因此，歐足聯和切爾西已經達成了和解協議，要求俱樂部在未來幾年完成既定的財務目標，否則將面臨罰款，甚至被排除歐洲的賽事。但另一方面，切爾西能夠大手筆投入的真正原因，在於他們球員出售方面非常成功。自從布魯寇收購俱樂部以來，切爾西在引援上的花費超過18億英鎊，但通過出售球員回收了超過9億英鎊。今年夏天，切爾西已經通過出售庫庫雷利亞、喬治和桑托斯回收了約 1.7 億英鎊。俱樂部預計在轉會窗關閉以前，布魯寇入主後的總出售收入將突破10億英鎊，再加上他們一直依靠一套會計處理方式獲得更大的支出靈活性，轉會費不會在簽約的當年一次性計入，而是按合同年限分攤入賬。所以按照這種方式，切爾西今年夏天花掉的 2.1 億英鎊在賬面上只算作每年4200萬英鎊的支出，這就能減輕年度預算的壓力。接下來，他們正準備在本次轉會窗繼續出售多名球員，包括迪薩西、巴迪亞希勒、查洛巴、菲利普·約恩森、亞克松、德拉普、古斯托和佩德罗内托。切爾西認為，只要完成這些交易，俱樂部將獲得更多的財務空間。所以，主教練哈維·阿隆索非常有信心，管理層對轉會市場有着清晰規劃，但是在轉會窗最後1天之前，都必須保持靈活性。現在距離轉會窗關閉還有1個多月，可切爾西已經完成過5筆超過1億歐元的轉會引援，在所有俱樂部中排名第1，排名第2的是巴塞羅那和皇馬的3次。
然後是利物浦、曼城、大巴黎的2次。5大联賽裡只有德甲没有任何球队进入了引援1億歐元的俱樂部。好，接下來今天的重磅新聞。首先，官方宣布齊達內出任法國隊主教練，雙方簽約到了2030年。齊達內將率領法國隊征戰28年歐洲杯和30年的世界杯。在發布會上，他表示，在我離開皇馬之後，唯一想做的事兒就是執教這支法國隊。過去的5年來，我看了很多比賽，比我執教皇馬的時候看的還要多。至於未來的戰術風格，你們很快會看到。我們有時間考慮所有這些問題。那麼老 K 分析啊，齊達內過去作為進攻足球的擁護者，他習慣於使用4-3-3陣型，而且有一套成熟的戰術原則，也就是經典的西班牙式的控球風格。過去他的皇馬隊在丟球後會迅速調整節奏，力求在前場迅速奪回球權。這種戰術理念也和現在的一些成功的俱樂部，例如大巴黎的做法不謀而合。高位壓迫是齊達內對足球理解的關鍵字，但他現在首要目標是要打造一條穩固的中軸線，這包括門將、中後衛、防守型中場和前鋒。未來的法國隊奧里塞會不會擔任10號位？會不會用4231的陣型？另外，法國隊目前邊後衛位置的弱點很明顯，怎麼解決？但無論如何，專家們都認為齊達內是最適合執教法國隊的。在頂級球員這個類別裡，齊達內早就是最上面的那一個檔次，而他在皇馬的執教已經證明了自己的影響力。帶隊連續3年贏得歐冠，可以說在主教練的職位上，齊達內也是獨一無二的。好，另外，意大利今天官方已經宣布，最終是由曼奇尼出任了意大利國家隊的新任主教練，合同期限到2030年，年薪只有200萬歐元。現在塵埃落定，並沒有意外。而昨天，保羅·馬爾蒂尼已經從技術總監的職位上辭職，老帥拉列利正式出任意大利足協新的技術總監。所以，除了国家隊之外，所有足協旗下國字號隊伍的教練任命都將由拉列利負責。而對之前馬爾蒂尼和萊昂納多在意大利國家隊短暫的任期，就連前國米的 CEO 保利洛也批評道，他們倆的做法有點像貿然行事的外行，他們的那些決定都太草率了。好，無論如何，也許最後的就是最好的。对意大利足球來說，曼奇尼和拉列利的搭檔，怎麼看都也許是最好的答案。OK， 轉會市場，羅馬諾 Here we go。原曼城的中後衛斯通斯最終加盟了國際米蘭，雙方簽約2年到2028年。斯通斯的稅後年薪將是400萬歐元。而另一筆重要的轉會傳聞，關於楊迪奧曼德轉投皇馬，到現在仍然沒有敲定。而萊比錫隊發了通稿，指責羅馬諾的報道是完全錯誤，不能在沒有談妥細節的時候就這麼說。現在迪奧曼德將不得不參加周二在萊比錫新任主教練德米凱利斯安排的1日2練。儘管球員的經紀人堅信轉會皇馬已成定局，羅馬諾也報道了這筆轉會，但目前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萊比錫方面還沒有最終敲定，許多細節仍然沒有確定。不過大方向上大差不差。現在一項價值約1.2億歐元的交易被認為是現實的結果，兩家俱樂部正在就付款結構繼續談判，雙方預計轉會很快就能完成。不過法國隊報最新的報道，由於迪奧曼德的轉會仍然沒有最終敲定，大巴黎或許會重啟談判。過去這幾天圍繞着迪奧曼德各種羅生門依次上演，這才是我們最想看最熟悉的下窗嘛。好，關於前利物浦球星薩拉赫和土耳其豪門貝西克塔斯的談判現在陷入了僵局。貝西克塔斯隊已經將羅馬隊的阿根廷球員馬蒂亞斯·蘇萊列入了轉會引援名單。之前外界一度盛傳薩拉赫與貝西克塔斯已經完成簽約，一切的細節都已經談妥，但實際情況是最終沒有達成任何正式的協議。症結在於薪資待遇和合同年限方面，薩拉赫的要求和球隊開出的報價之間依然有較大差距。另外，曼城隊正在就引進里爾的18歲小將布阿迪保持積極的談判，但雙方正在討論要明確一個關鍵規劃的方向，究竟是今年夏天完成引援呢，還是到了明年27年的夏天再動作？所以布阿迪也存在繼續留守里爾一個賽季的可能性。目前里爾隊在世界杯後對布阿迪的要價已經超過了7000萬歐元。好，皇馬這邊對租借小將馬斯坦托諾持開放的態度，現在球員已經收到了多份租借的邀約，接下來大家將一同商議決定最適合租借到哪一家。另一方面，贡薩洛加西亞，弗勒姆正在積極推動，想以永久轉會的形式買下貢薩洛加西亞。可是皇馬並不希望完全失去對這名年輕球員的掌控權，而且主教練穆里尼奧對貢薩洛加西亞在這段時間訓練中的表現和態度相當滿意。所以也有可能穆里尼奧最終決定將他留在隊中。還有球隊內的後防小將勞爾阿森西奧，皇馬俱樂部對他的離隊持開放態度，但球員本人仍然希望留下來，為主力的位置再奮力的搏一把。
接下來關於他的情況可能取決於未來幾周他在訓練中的表現，但是皇馬現在異常忙碌，在引援和清洗這兩方面都在持續動作。另外，關於巴塞羅那看上了伯恩茅斯的前鋒克魯皮，現在伯恩茅斯已經表態，希望繼續將球員留在俱樂部，完全不打算出售。而巴薩方面也依然在耐心等待馬德里競技阿爾瓦雷斯那邊可能出現的轉機。而今天關於阿森納想引進阿爾瓦雷斯，用澤凱賴什來交易的說法也沒有任何進展。最後就是關於拜仁的路易斯迪亞斯，最近有許多緋聞將他和沙特的利雅得新月聯繫在一起，但拜仁的立場非常明確，迪亞斯是絕對的非賣品，所以估計今年夏天他是無論如何不會走的。還有大巴黎這邊正在接近和金球先生鄧貝萊完成續約，目前他的合同是到28年，但關於他的續約已經討論了幾個月。這段時間利雅得新月有意引進鄧貝萊，不過鄧貝萊已經堅決拒絕了和他們的接觸，所以最近幾天球員和大巴黎的續約談判進展得很快，雙方已經非常接近達成全面的協議。還有關於利雅得新月坎塞洛想加盟巴塞羅那的轉會談判現在接近破裂，利雅得新月的體育總監此前已經同意了固定費用加浮动獎金的形式，但俱樂部的一位老板又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交易方案，所以利雅得新月現在態度明確，要麼支付固定的轉會費，要麼這件事情可能就沒戲了。32歲的坎塞洛上賽季在巴塞羅那表現非常搶眼，所以為這件事情是不是要提高籌碼也很傷腦筋呀。好的，咱們看一下 C 羅的利雅得勝利俱樂部。現在勝利隊的財務危機非常嚴重，他們正在持續的調整管理層，和 C 羅關係很密切的高層帕拉維塔已經辭職。而有消息說，由於利雅得勝利今年夏天沒有兌現此前對 C 羅要引援的承諾，所以 C 羅現在感到非常憤怒，但是也並沒有威脅不參加比賽，他的未來也沒有任何疑問，他只是對俱樂部官員沒有能兌現承諾感到不滿。與此同時，俱樂部正在加速談判出售部分股份，想籌集資金償還債務，並且完成引援。好，曼城終於官方宣布和格瓦迪奧爾續約到了2031年。前段時間，這位24歲的超級天才中後衛一直鬧着要走，但現在關於他的未來終於塵埃落定。對曼城的球迷們來說，下一個最希望的是羅德里也續約。但是今天有消息，大巴黎的主席納塞爾為了報復皇馬截胡迪奧曼德，已經親自下令聯繫羅德里的經紀人，親自要求要簽下羅德里，這也是就皇馬對迪奧曼德的事情展開報復。不過羅德里的首要目標仍然是回歸西班牙，這件事情也有待於繼續觀察。不過球員薩維尼奧已經表態渴望離開曼城加盟熱刺，曼城也已經知道了他的意向，預計接下來熱刺隊會提出報價。他們一直將引進一名新的左路進攻球員視為優先任務，薩維尼奧正是熱刺重點關注的目標之一。接下來輕鬆一下，皇馬的球員維尼修斯正在享受假期，但是在高爾夫球場他駕駛着高爾夫球車，卻直接把車開進了花壇。目前他正在和女友弗吉尼亞在牙買加的豪華度假村放鬆休整。弗吉尼亞拍下了維尼修斯開車的畫面，還忍不住笑出了聲。視頻裡面車輛偏離道路衝進了花壇裡面，女朋友調侃道：“這也太離譜了，親愛的維尼修斯，你開車得有點空間的意識呀。”隨後其他的住客和酒店工作人員幫忙把囚車推回到路上，於是弗吉尼亞將這段視頻發送到自己的社媒，還拿維尼修斯的駕駛技術開玩笑，配文道：“坐他開的車誰能有安全感呀？”Aí é brabo. É desse lado aqui? Não, né? Desse lado aqui, ó. Ah, esse aqui mesmo. Bom, eu vou filmar pra vocês. Eu vou filmar pra vocês. Gente, não é possível uma coisa dessa. Desce, amor. Vai ter que descer. Vai ter que descer. Ah, calma, piranha. Gente, não é possível. Amor. Cara, quero lugar de bicicleta. Perguntei, vai por... Não, mas tem como eu vim por aqui também. Eu não vim por aqui? Viu, amor? Você tem que ter noção de espaço. 老 K 現在看新的維尼修斯真不習慣，這整形整了下巴完全像另一個人了。好，34歲的埃及前鋒薩拉赫最近也在度假，看他在社交媒體秀出的照片，身材依舊完美，肌肉的線條極為勁爆。另外幾天前在業餘拳擊賽擊敗了阿根廷記者的西班牙記者阿吉雷，在社交媒體曬出了自己和 C 羅和喬治納的合照，展示了拿到的金腰帶。這位 C 羅真正的好朋友在社交媒體配文道：“我們做到啦！”而這兩天，英國的《太陽報》又帶着我們認識了意大利的電視女主持人雅克貝利。這位34歲的播音員被稱為金卡戴珊的翻版，已經走紅了。
在去年切爾西和勒沃庫森的季前赛前，雅克贝利就曾经在场邊拍照，引发了粉絲的狂热。过去他还在鏡頭前展示過自己的足球技巧，包括顛球等等。炎熱的夏天，足球美女的生活仍然繼續。感謝大家鎖定老 K 足球新聞，希望您能動動小手指熱推點讚，或者在評論區留下您的意見。咱們明天再見。